新婚第2天，婆婆让我做10人份的早餐，老公嫌我慢，甩手给了我一耳光。我面目无表情，端起滚烫的排骨汤，从他头顶浇了下去。后来，他们家公司濒临破产，全家跪在地上求我出手。我看着跪在工作室门口的前夫，笑了。想请我？可以，先把我泼你头上的汤一滴不剩的喝了。苏浅浅，都几点了还睡？一家老小等着你做早饭呢。我揉了揉眼睛，看了一眼床头柜的手机，凌晨5点半。我的丈夫毕云涛此刻正睡得像头死猪，对母亲的噪音充耳不闻。我们毕家可不养闲人，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伺候好丈夫和公婆。今天你小叔子他们要过来，10个人的饭，你抓紧点儿。我在厨房里忙了整整3个小时，蒸了包子，熬了粥，炒了6个小菜，还炖了一锅排骨汤。嫂子，给我盛饭。碗筷在厨房，自己盛。嘿，你这女人怎么说话的？我哥娶你回来是让你当祖宗供着的。苏浅浅，你怎么跟你小叔子说话呢？还有没有规矩了？第一天进门就想给我们毕家立威风，是不是？我缓缓转过头，看向动手的我的新婚丈夫毕云涛。不懂规矩是吧？我妈说你2句，你还敢顶嘴？让你给我弟盛个饭是看得起你，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全家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是看好戏的冷漠和快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花钱买回来的，可以随意打骂的物件。我捂着脸，感受着那股钻心的疼痛，然后我笑了。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我缓缓走到餐桌旁，端起了那锅还在翻滚冒泡的排骨汤。你笑什么？被我打傻了？还不快给我弟道歉，再给我妈跪下认错！我走到他面前，他还在用那副高高在上的眼神瞪着我。你疯了！这一耳光，我还给你。现在，你觉得谁更不懂规矩？妖孽，疯婆子，你敢打我儿子！谁敢再动我一根手指头，今天我会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这就是人性，你温顺谦卑，他们就觉得你好欺负，得寸进尺；你亮出獠牙，他们反而开始讲道理，谈敬畏。苏老师，您终于开机了，您再不联系我都要报警全球寻人了。孙律师，帮我办2件事儿。您说，赴汤蹈火。孙律师，第一，你一份离婚协议，我净身出户，只有一个要求，今天之内必须离。苏老师，您结婚了？结了，也快离了。孙律师，第二，帮我查毕云涛家的公司叫什么毕氏集团，做仿古瓷器的，我要他们所有的资料，越详细越好。毕氏集团，那个快要破产的3流小作坊，您查他们做什么？快要破产了。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可真是有趣。别问了，去办吧。另外，帮我订一间4季酒店的总统套房，我待会儿就过去。再见了，毕云涛，再见了，我那可笑又短暂的婚姻。当我拉着行李箱打开卧室门时，客厅已经空了，想必是陪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去医院了。也好，省得我再费力气。我连头都没回，关上门的那一刻，仿佛隔绝了2个世界。一个是我妄想的充满油烟味的平凡人间，一个是我本该属于的真实而清冷的世界。我苏浅浅回家了。苏老师，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我一边用冰袋敷着脸，一边翻看文件。毕氏集团主营高放古瓷器生意，曾经也风光过，但随着技术停滞不前，加上经营不善，近几年已经是在破产的边缘疯狂试探。最近他们更是惹上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很不幸，他们搞砸了，烧了10几窑，没一件成品能看的，不是釉色不对，就是开了不该有的纹片。
报应来得可真快。苏老师，您笑什么？没什么，觉得这故事挺有意思。离婚协议呢？在这里。按照您的意思，您净身出户，财产全归男方。不过，苏老师，恕我多言，根据婚姻法，您婚后……不用了，我嫌脏。碧云涛涛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他和他母亲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说绝不离婚，还要告我产生肢体冲突。哦，那正好，脸上的伤就是证据。告诉他们，要么今天签字离婚一拍两散，要么我就去验伤告他伤害行为，再把他们公司那些偷税漏税合同诈假的烂事捅出去，让他们选。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可能跟你有关系。说。刚才我动用关系查毕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们最近在极度迫迫地寻找一个人。找谁？找一个代号叫素手青金的古董修复大师。他们找素青金做什么？我打听到，他们惹上的那个顶级富豪是晨星集团的董事长叶老先生。叶老最近身体不好，唯一的念想就是修复一件他太太留下的遗物。一幅破损的宋代瓷瓷画卷《瑞鹤图》，据说那幅画当年在一场大火里被烧毁了1/3，是叶老一生的心病。他放话出来，谁能找到苏手青金，并说服他出手修复，晨星集团未来3年的所有项目都优先跟谁合作。晨星集团未来3年的所有项目，这块蛋糕足以让任何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甚至一飞冲天。难怪毕家会如此不顾一切。我算是明白他们那笔仿制汝窑的订单是怎么来的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不过是想借此搭上叶老这条线。现在搞砸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找到我，让我去修复那幅画。我靠在沙发上，只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小得可笑。我费尽心机想要逃离的圈子，却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以这样一种荒诞的方式重新找上了我。苏老师，那毕家的请求您是接还是不接？接。为什么要接？毕家的人现在一定在满世界的找我吧？是的，据说开出了1000万的介绍费。告诉他们，苏手青金脾气古怪，从不修复画卷，让他们死了这条心。可您明明是测字修复的权威。对毕家来说，我不是。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无比惬意。白天空运最新鲜的食材，在总统套房的厨房里研究新菜谱，下午就泡在酒店的恒温宠池里，或者去顶楼的 SPA 馆做一整套护理。脸上的印记已经消肿，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痕迹，用粉底就能遮住。而毕家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毕云涛头上的受损不算严重，但足以让他容貌受损，额头上留下了几块显眼的痕迹，头发也少了一块。毕云涛现在出门都得戴着帽子和口罩，性情变得愈发暴躁。毕氏集团的股价连日跌停，银行上门催债，员工人心惶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另谋出路。毕家变卖了家里所有的奢侈品，甚至抵押了房产，凑钱在各大媒体上刊登巨幅广告，悬赏寻找素手青金。一诺千金，寻素手青金大师，愿付5000万修复酬劳，另备1000万介绍费。可惜我早就通过孙律师给圈内打了招呼，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都对此事3缄其口。毕家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偌大的京城里乱撞，耗尽了最后的家底，却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苏老师，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毕家破产了？那倒没有，不过也快了。就在刚才，晨星集团的法务部给毕家发了律师函，要求他们在1周内支付高达3个亿的违约金。看来叶老先生的耐心被耗尽了。可不是嘛，听说毕云涛昨天还想去晨星集团门口堵叶老，结果被保安当成闹事的给驱逐出来了。更好笑的还在后面呢，毕家现在是困兽之斗，居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们觉得素手青金会为了索得国宝主动送上门，谁知道呢？也许是电视剧看多了吧。他们还给您，哦不，是给以前的毕太太发了邀请函。给我？对，毕云涛亲自送到酒店前台的，指名道姓给您。邀请函呢？捡回来。这么好玩的一场戏，
不亲自去看看，岂不是太可惜了？我要去的，当然不是以毕太太的身份，我要以苏浅浅的身份，去看看他们最后的挣扎，去亲手击碎他们最后的幻想。挂了电话，我给另一个人发了条信息，对方很快回复，只有一个字：毕家举办的古董鉴赏晚宴定在了京城最顶级的7星级酒店紫宸府。我挽着叶景怀的手臂走进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叶景怀，晨星集团的现任执行总裁，叶老先生最疼爱的孙子。他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意式高告西装，身姿挺拔，面容俊朗，一出现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而我则选了一件看似低调的黑色长裙，裙子的设计很简单，但面料是顶级的真丝，随着我的走动，在灯光下流淌着月光般清冷的光泽。我化了淡妆，恰到好处地遮住了脸上的最后一丝旧痕，只在唇上点了一抹正红，像暗夜里唯一的火焰。紧张吗？为什么要紧张？看戏的人永远比唱戏的轻松。毕云涛正端着酒杯，强颜欢笑地和一位宾客攀谈。看到我们，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我身上，先是震惊，然后是嫉妒，最后是滔天的激愤。我坦然地迎上他的目光，甚至还朝他举了举杯，嘴角扬起一个挑战的弧度。他想冲过来，却被身边的公公一把拉住。别冲动，看看情况再说。我收回目光，只觉得无趣。各位来宾，晚上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毕氏集团举办的晚宴。今天我们不仅准备了美酒佳肴，更要为大家展示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国宝级珍品。我知道最近外界对我们毕氏集团有很多不好的传闻，但今天我要用事实告诉大家，我们毕家还没倒。这就是我们毕家耗尽3代心血收藏的宋代官窑青釉重饰瓶。天啊，真的是官窑！这釉色，这开片，绝对是真品。没想到毕家还有这种宝贝，看来传闻有误啊。这尊魁饰瓶是我们的传家之宝，但为了我们毕家的未来，为了能请到传说中的素手青金大师，我们愿意将它作为报答赠予大师。素手青金大师，如果您在现场，如果您能听到我的声音，请您现身，我们毕家需要您，整个华夏的文物修复界也需要您。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也好意思叫国宝？苏浅浅，你胡说八道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保安，保安呐，把这个闹事的人给我赶出去，他就是来搅局的。苏浅浅，你给我滚下来！毕总，别急啊，既然是鉴赏会，总得让人鉴赏，不是吗？宋代官窑气氛粉青，米黄2色，釉面开大小纹片。这尊瓶子釉色浮于表面，色泽发亮，没有沉木之感，是典型的现代化学釉料调配的结果。其次，看圈足，宋代官窑的圈足底有铁足之称，色泽深黑，而这一件基底露胎处颜色发黄，是胎土里掺了氧化铁粉，刻意做旧的痕迹。最可笑的是这开片，官窑的开片叫冰裂纹，纹路自然，深浅不一，而你这件纹路均匀的像是画上去的，是用热胀冷桑的物理方法速成的，行话叫急火开片。综上所述，这尊所谓的宋代官窑秋饰瓶，不过是上周才从景德镇某个小作坊里烧出来的高仿中的次品，成本价不超过500块。拿一个500块的破烂，就想请苏手青金？毕总，你是在侮辱素手青金，还是在侮辱在场所有人的智商？你信口雌黄，你懂什么？你一个只知道做饭的家庭主妇，凭什么在这里大放厥词？这是我们毕家请了最好的专家鉴定过的。哦，是吗？那不如把你请的专家叫出来，我们当面对质。所谓的专家，不过是他花钱请来演戏的痛。够了！小姑娘，你说这瓶子是假的，可有凭证？我的眼就是凭证。
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我的眼就是凭证。毕云涛，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瓶子到底是真是假？叶老，我拖出去！一场精心策划的晚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宾客们看戏看得心满意足，纷纷开始离场。走的时候还不忘对毕加指指点点。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苏芊芊。苏芊，你不是普通人，你和素手青金是什么关系？叶先生，你爷爷好像对我有点误会。爷爷，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苏芊，我的朋友。朋友？我看不像。你觉得我那幅瑞鹤图还有救吗？有没有救，要看了才知道。好，景怀，备车，我们回家。叶老，您不能走啊！您救救我们毕家吧，我们知道错了，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都是这个女人，是她害了我们家，她就是个不祥之人。刘女士，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你错在从一开始就不该打我那一巴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随手扬起的一巴掌打掉的究竟是什么。我就是苏手青金。坐上叶家那样加长版的劳斯莱斯时，刘兰花那张失魂落魄的脸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想她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一个被她当作保姆呼来喝去，可以随意慢待的儿媳妇，竟然就是她全家跪求都求不到的救命稻草。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车内的气氛有些安静。所以你真的是素手青金？你猜？我猜是能让我爷爷都另眼相看，能一眼看穿毕家的骗局，还能说出那番话的人，除了传说中的素手青金，我想不到第二个人。而且只有这个身份才能解释你为什么会嫁给毕云涛那种人。哦，怎么解释？因为你在躲你的盛名，躲那些无穷无尽的请求和纠缠。你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你找了一个看起来最普通的男人，藏起了自己所有的光芒。可惜你挑错了人。都过去了。就是他了。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卷画，画已经展开，但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去碰。我戴上叶怀递过来的白手套，走上前，只看了一眼，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幅瑞鹤图的缂丝画卷采用的是宋代极为复杂的通经断尾技艺，本身就极难保存。它不仅被大火烧毁了左下角近1/3，剩下的部分也因为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当，出现了大面积的脆化、断裂和霉变。整幅画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脆弱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彻底破碎瓦解。怎么样？他请过国内外无数顶级的修复专家，所有人都对着这幅画摇了摇头。我是他最后的希望。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俯下身，几乎将脸贴在了画卷上，仔细观察着每一根丝线的走向，每一个针脚的痕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书房里只剩下我均匀的呼吸声。良久，我才直起身，摘下了手套。很难。罢了，也是我强人所难。但不是没有可能。你说什么？我说能修，但是我有3个条件。别说3个，300个都行。第一，修复期间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无菌、恒温恒湿的工作室，所有的设备和材料都必须用最高规格的。没问题，我把叶家最好的那间暖阁腾出来给你，
你要什么设备，我马上派人去全世界给你买。第二，修复过程需要用到特殊的蚕丝，叫冰玉蚕丝，天然如如钢，是修复古代丝品的最佳材料，但它早已绝迹。我需要你动用晨星集团所有的力量，帮我找到它。我知道一个地方或许有，西南边境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寨，他们世代养蚕，或许保留着最古老的品种。我明天就派人过去。好，第三个条件，我要毕家彻底消失。苏小姐，毕家的事，我爷爷已经……我知道叶老先生已经让毕云涛失去一切生命，让毕氏集团陷入重围，但这些还不够。我要的不是让他们破产，而是让他们从这世间彻彻底底地抹去所有关联。没有人再记得毕氏集团，没有人再提起毕云涛这个名字。我要他们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被抹去所有的痕迹。你和毕家究竟有什么恩怨？他打了我一巴掌。好，我答应你，别说一个毕家，就是10个毕家，只要你能修好这幅画，我都能让他们在京城彻底销声匿迹。多谢叶老。但是你也要向我保证，必须尽你100%的全力。这幅画对我太太意义重大。我会的。从这一天起，我正式住进了叶家。叶老先生果然信守承诺，将庄园里环境最好、最僻静的一处暖阁改造成了我的专属工作室。德国进口的无影灯，瑞士定制的显微镜，日本特用的修复工具，各种我只在图册上见过的顶级设备，像不要钱一样源源不断地被送了进来。而我也正式开始了修复瑞鹤图的漫长工作。第一步，清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考验耐心的一步。我穿着白色的无菌服，戴着口罩和手套，用最细软的羊毫笔一点一点地将积在画卷上数百年的灰尘轻轻扫去。苏浅浅的动作极轻极慢，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对脆弱的画身造成2次损耗。叶景恒偶尔会隔着工作室的玻璃墙静静地看我工作，他从不进来打扰，只是站着，一看就是一下午。不忙吗，叶总？看你工作比签几百亿的合同有意思多了。对了，你让我找的东西有眉目了？找到了。冰玉蚕丝还不能确定，这是先遣队从那个村寨里带回来的样品。他们说这种蚕非常娇怪，离开当地的水土就无法存活。我已经派了最好的专家团队过去，希望能就地建成一个养殖基地。我捏着那一小撮蚕丝，感受着它非同一般的韧性和质感，心里的大石落下了一半。只要有了它，修复工作就成功了50%。谢谢你。是我该谢谢你，苏浅浅，你知道吗？你工作的时候像在发光。我的心漏跳了一瓢。修复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清晨、固色、接补、补饰，每一道工序都繁琐而复杂，需要极度的专注和耐心。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工作室里，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了这幅古画的世界里。我仿佛能看到数百年前的那个宫廷绣娘啊，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将她的巧思和才情织入这片小小的天地。我也能感受到那场无情的烈焰是如何侵蚀了她的心血，留下了这永恒的遗憾。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她，也替叶老先生弥补这个遗憾。苏老师，毕家那边有新动静了。说，毕氏集团的资产清算已经进入尾声，下周就要公开拍卖了。不过毕云涛好像是受了刺激，精神有点不正常了。他现在每天就穿着一身破烂，守在4季酒店门口，见人就说他老婆是素手青金，说他要带他老婆回家，酒店保安赶都赶不走，跟失了神一样。还有刘兰华，他现在也逢人就说他儿媳妇是国宝级大师，是叶家的座上宾，说等他儿媳妇修好了画，叶家就会帮他们东山再起。我沉默了，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一个疯了，一个傻了，他们终于活成了自己最瞧不起的样子。苏老师，您说他们这是不是报应？我没有回答。是因果吗？或许是吧，但我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只有一片麻木的寂寥。
看你一天没出来，给你送点吃的。我亲手炖的。怎么不相信？我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可是我们那栋楼的厨师。鸡汤的香气弥漫开来，冲淡了工作室里清冷的药水味。我拿起勺子喝了一口，味道出人意料的好。西南那边传来消息了，冰玉蚕的养殖基地已经建好，第一批蚕丝正在空运过来的路上，预计后天就能到。太好了！还有一件事，B4集团下周拍卖，你要去看看吗？去，为什么不去？毕竟我也算是 B 家的债主之一，不是吗？我要去亲眼见证那个曾经让我遭遇不快回忆的地方是如何一步步迎来它终局的。我要去为我那段短暂而纠葛的过往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号。毕氏集团的资产拍卖会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举行，地点选在了一个小小的拍卖行里，与当初鉴赏晚宴的奢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氏集团办公楼起拍价3000万，毕氏集团名下所有专利技术打包拍卖，起拍价500万。毕氏集团景德镇窑厂起拍价800万。曾经估值几十亿的集团，如今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贱卖给了不同的人。直到拍卖师拿出最后一件拍品。最后一件拍品是原毕氏集团董事长毕云涛先生的私人收藏，一尊仿宋代官窑青釉孔式瓶，起拍价500元。500块，买回去当花瓶都嫌丑。这不是前几天晚宴上那个国宝吗？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我看着台上那尊孤零零的瓶子，灯光下它的釉色显得更加廉价和丑陋。就是为了这么个东西，碧云堂赌上了整个家族的命运，最后输得一败涂地，何其可悲！500块一次，500块2次，我买！这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抢走！这是我老婆最喜欢的东西，我要带她回家。老婆，你看，我把它买回来了，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回家，我再也不打你了，我给你做饭，我伺候你。老婆，我们回家吧。我看着跪在我脚下的这个男人，他曾经那么意气风发，那么不可一世，如今却像一个摇尾乞怜的卑微者。把他带走。苏浅浅啊，苏浅浅，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丈夫，你忘了你新婚第2天是怎么照顾我的吗？你忘了？我们走吧。不看了，看够了。我深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只觉得浑身都轻松了。从今天起，我与毕家再无瓜葛。冰玉蚕丝的到来让修复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补配。这是整个修复过程中技术难度最高，也最耗费心神的一步。我要用比头发丝还细的冰玉蚕丝，将画卷上那些破损缺失的部分一针一线地重新织补起来。这要求我的手不能有丝毫的抖动，我的心不能有丝毫的杂念。我把自己彻底关在了工作室里，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饿了就吃送来的营养餐，困了就在旁边的小床上眯一会儿。时间在我的指尖悄然流逝，1天、2天、1个月、2个月，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我落下最后一针剪断丝线的那一刻。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幅焕然一新的瑞鹤图，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做到了。画卷上19只姿态各异的仙鹤在云海间翱翔嬉戏，天空的颜色是从未有过的湛蓝，祥云的边缘仿佛还镀着一层金光，整幅画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充满了灵动和神韵。我甚至觉得它比原画还要美。一个绣娘的心血，一个皇帝的梦，一个丈夫对亡妻的思念，以及一个修复师涅槃重生的决心。我小心翼翼地将画卷卷好，放回紫檀木盒中，然后我走出了工作室。久违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才发现院子里的枫叶已经红了。原来秋天已经来了。叶景怀就站在那个枫树下，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身姿挺拔如松。你终于出来了。我瘦了吗？瘦了，也更美了。幸不辱命。我爷爷在茶室等你。我跟着他来到茶室。苏小姐，辛苦了。叶老，您这是做什么？我承受不起。
你承受得起。画，让我看看。阿贤，阿贤，你看到了吗？他回来了。苏小姐，你的那恩情我们叶家没齿难忘，我已经做到了。从今天起，京城再无毕氏集团。至于你个人的前程，你有什么打算？是想继续做苏手青金，还是……我想先放个假，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好好睡一觉。哈哈哈哈，好，应该的。叶锦怀，你来安排，务必让苏小姐玩得开心。想去哪儿？去海边吧，我想看日出。好，那就去我的私人岛屿，那里的日出是全世界最美的。我看着他，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也是这样看着我，笃定地说：“我就是素手青金。”这个男人好像总能轻易地看穿我的一切，或许被看穿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当看穿你的人眼神里满是欣赏和温柔时。